医师，好多粉丝在问，你为什么年纪一大把还电力十足啊？什么一大把，一小把好不好？真是没礼貌。哎，跟大家公开我的养生心法，胡乃文开讲喽！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胡医师，你每天要看这么多病人，又要当国际网红，你的头脑不会爆炸吗？那么精神的调养是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。那么我让我的精神简单单一化的最基本的方法，其实就是每天都打坐。打坐一段时间，就是这样静静的把这眼睛一闭坐好。然后呢，假如说会盘坐的人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的，不管是单盘坐啦，或双盘坐啦，等等都可以。你只要把你的心真正的静下来，静下来了，你什么思想都会变得很单一、很纯净。在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性子很急啊，看着很忙，只有在吃晚饭的时候才有时间跟孩子聊两句。结果呢，在这个时候聊两句的时候，这个所谓的关心啊，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，也很闹心。为什么闹心呢？就是你关心的时候呢，也许孩子他根本就也在吃饭，他也没理你呢，就是不高兴了，就开始训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变成了责斥小孩，那这样的话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固定打坐以后，就也心情一静，也觉得就这么回事嘛，何必再骂孩子呢？根本就过去了。还有呢，打坐啊，或者静坐一段时间呢，对我来说曾经受过一次非常重要的一种利益，那就是我在学习这个中医，在为考试的时候，那么我每天晚上都在静坐一下，闭目算是养神吧，闭着眼睛想什么呢？什么事情都不想，只想我今天所读过的东西，然后等于说是一面复习一面安静。结果呢，我到现在30几年来，以前所读过的东西几乎不忘，大概也跟这个静坐有点关系吧。还有呢，就是打坐还有个好处，就是因为你的心比较容易安静，因此呢，躺下来就能睡着觉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心情自然就愉快。为什么？你不会在那里一直想着说，哎呀，我睡不着觉了，我明天早上就可能没有精神可以工作了，等等等等，一躺下就是睡了。那这样子心情也就更愉快，更能够专注于我的工作。除了这以外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部分，那就是增强免疫能力。这30多年来啊，我几乎很少吃药，甚至于人们所说的要吃什么维他命啦、矿物质啦，或者要吃什么这个那个，对我来说呢，通通都是不需要花费精神、花费金钱去购买这些东西来吃了。假如说各位啊，你能够试一试，1个礼拜呢2次，每次大约静坐个15分钟、20分钟，甚至于更久一点，什么事情都不要想，让自己完完全全静下来啊。例如说星期六、星期日这样子做，那么你知道吗？你等到你自己能够安静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越静坐，你就越爱静坐。胡医师，有粉丝在问，你中气十足，你是不是吃山珍海味啊？什么山珍海味了？这真的，这都不是平常人可以吃的，那有钱人才有的，咱们不是啊。那我是吃的简单啊，而且呢，最重要的，我是很少外食，我不会花费很多的精神去为我的这个食衣住行烦恼。那上班的时候呢，我假如说这个诊所里头有吃便当的话，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吃便当；否则的话呢，我就是自己做一点吃的东西，吃呢也吃得非常的简单的啊，没有说是吃大鱼大肉。但是呢，我最重要的事情是，我不吃生食，而我常常都是吃熟的。所谓不吃生食，连那个青菜啊，吃生的我都不太愿意。为什么呢？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头也提到过，有的生的蔬菜呢，可以造成人的甲状腺肿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吃到一些什么像是寄生虫之类的东西。另外呢，我也比较少吃冰水啊，不是说绝对不吃冰水，但是呢，尽量的不喝冰水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我吃炒菜的话，我几乎是最简单的，用猪油啦、橄榄油啦，或者是一般的沙拉油啊，然后呢炒一炒，加一点点盐巴，其他什么都不加，而一定吃当时的时令蔬菜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菜又是最新鲜的，又是最好吃的，它几乎不必加任何其他的调味料。
那么另外呢，就是我像刷牙的时候，我常常是这样子。我用一个处方啊，这个处方呢是在清朝的时候，一位医生叫陈修元，他的固齿神方。他的固齿神方呢，就是用来刷牙的。那这个固齿神方呢，我在刷牙的时候，我也不把它立刻吐掉，就是含在嘴巴里面，然后呢再去洗澡，让我的牙齿一直等于说一直浸泡在那个牙粉的那个空间当中。那么这个牙齿呢，它的基本上它上面的这个牙龈啊，它的牙齿啊，都能够受它的影响，以至于不容易发炎，不容易变坏。我曾经看到陈修元在《固齿神方》这个上面，他写了一段话啊，他说啊，假如说一个人啊，从3、4岁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个处方，没有间断的话，可以保持他至老不脱，就是到老了牙齿也不会掉下来，那么永免牙患。那有一个年轻的学生粉丝啊，他的反馈，他说同学说他有口臭。那用这个，他刷了牙一阵子以后呢，同学说他没有口臭了，比较敢接近他了。各位想一想，假如你现在正在交女朋友，你有口臭，我想妹妹不敢跟你接近，你还能交得到什么样女朋友吗？吴医师，你平常都做什么休闲活动？有的时候呢，也会参与一些艺文的这种活动啊，例如说观赏一个好的音乐啦，观赏一个好的这个表演活动啦，或者是一个美术等等等等，这些我都可能去参与啊。例如在最近这10几年来啊，我每一年都几乎一定去做的事情，就是去观赏一个在美国的一个表演团体。这个团体呢叫做神韵啊，叫神韵艺术团啊。那他每一年来台湾一次呢，我就一定会在那个时候不管怎么样也抽出时间去听听看，去看看他的表演的这个项目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看呢？有一年我看到一个节目，叫做就是演花木兰从军，然后呢就代父从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我看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呢，我被他感动到几乎是我只要想到他，我就会可能就会流泪。为什么呢？我看到在表演的当中呢，这个父亲拿到那个军令状要给花木兰，到底要给还是不给的那样子，一再的要拿出去又收回来的那个状态，就让我简直想到了我自己当父母，我有没有做到这么好？同样的，我看到花木兰听到父亲要去从军了，她立刻跪下来要接这个军令状，那一刹那，她的那个孝顺的那一种表现，那也让我非常感动的，就是说我当子女，我有没有当得这么好？所以由这一点来看呢，假如说你能够看到有一些好的这样子的剧情的时候，也许让你突然感动，让你能够反省你自己。那么在这些剧情里头，常常令我们去反省自己，到底什么时候做好了，什么时候做得不好了。假如说你能够反省到这里的话呢，可以使自己增强了这个正能量，给自己充个电。那么这样子也对自己的精神神经也会变好，甚至于对身体的健康也一定有所帮助。吴医师，你都听什么音乐啊？音乐呢，我们中医古时候的有这样讲法啊，他说啊，肝心脾肺肾跟五音都有关系。五音是什么呢？五音在中国古时候的所谓五音就是厥止宫商羽。你看你的肝心脾肺肾哪个地方比较弱，你就可以多听那一个调性的音乐。听绝调性的，你可以使你的精神舒缓；听指调性的呢，可以入心，让你欢喜，让你的这个悲伤能够抒发。假如说听宫调的音乐，那么可以使你的脾胃变得很好，消化功能变好啊。那么听商调的音乐，可以让感冒啊、受寒啊等等这一些不舒服状况变得很少很少。假如你能够常常听语调音乐，那么可以入肾，让生命的原动力变得好。那么假如说能够常常听这样子的音乐呢，是很好。我在这个 YT 频道里头，我曾经也跟大家介绍过，有一个叫做宁静乐海，它所放出来的音乐有让你的意志能力变好的，有让你精神能力变安静的，有各种好处的音乐，你都可以去听听看。那么
我呢在诊断间里头偶尔的放一放那种很缓慢的，而且有所谓的五音的那样子的音乐，例如有一片音乐片儿叫做《普渡济世》，我有的时候放了这个音乐的时候呢，我没想到我的病人啊，他睡着了，他说我好久没好好睡觉了，因为在这里呢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，以至于我就能够在这里就坐着就睡着了。胡医师，你有没有坏习惯啊？拍摄不好意思啊，但说坏习惯当然是有啊，每个人都有啊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抠鼻子，那这抠鼻屎真的是很脏的一件事啊，因为小的时候这个鼻涕很多嘛，结果就变成干了以后就变成鼻屎，那就要抠啊什么东西。但是呢，这抠完了以后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临床上看到最多的就是抠鼻屎抠到流鼻血的。所以呢，古人教我们用一个方法来不要抠鼻屎。怎么做呢？拿水啊，手捧着水，然后放到鼻子上面来，所谓我们中医讲的叫做握。握就是肥沃的意思啊，就来握这个鼻子，就用那个水呢，在这个鼻子上面这样子，进去出来，进去出来一下子啊，然后这握鼻，握完了以后呢，你鼻子里头的这个鼻屎很快就被软化了，被软化以后，你这样一擤就行了，不需要用手去抠。假如你用手去抠，搞不好就把鼻子给割坏了，然后呢就流血了，这是很不好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喜欢的话，请记得按订阅并且加小铃铛。另外，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，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